马上又有一个发表会。那现在传闻说这10月苹果产品发表会到底会有什么产品在里面呢 ？iPad Air、iPad Mini， 还有什么其他产品是现在大家在谣传的？来到朋友链，那大家都非常关心这次新的 iPad 到底什么时候会推出？那距离上次的 iPad 发表来说，其实这个周期也已经到了。那更尤其是很多人在期待这个 iPad Mini 已经2年没有更新了。好，那首先呢，这个10月发表会那可能也是像先前一样，它可能会是一个小型的发表会。那基本上现在苹果发表会也都是预录的。那或者像他们有一些新产品发表的时候，如果它只是小型的规格的更新的话，那或许它就只是一个预录的一段影片，不一定是真的一个发表会的形式出来。那但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啊，这重点还是产品里面更新到底会推出什么东西啊，规格会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就先来讲很多人现在都在期待的 iPad mini 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先来感谢一下今天影片的赞助商吧。好啦，那讲到 iPad 就不能不讲到他们的触控笔。那我们首先先感谢一下这集的赞助商就是 Lenovo。那我会推荐东西给大家，一定是我用过觉得好的。那如果你想要提高 iPad 的工作效率的话， Lenovo 这次推出全新升级的 AX Pro 2， 它的价格只要原厂的1/3，就能拥有一个我原厂最爱的功能，就直接在上面磁吸充电。那不止这一点它还解决了你原厂就是常常想要用笔去拉那个拉杆回到主画面没有办法办到，它上面多了这个多功能按钮，你按一下就能回到主画面，按2下呢就能跳到 App 切换器。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方便。那另外呢，它直接在上面就有电量的指示灯，因为你常去使用触控笔的时候，你不太会留意它的电量，可能做笔记啊画一半画到没电，那它们上面的灯呢就有3段式的电量显示，让你可以随时看到现在的用电状况。那 Lenovo X Pro 2呢也解决了长期以来 Apple Pencil 资源性不足的老问题。那到了现在 Apple Pencil 出到第2代，还没有普及到所有的 iPad 都可以使用。那我们就讲一点啊，最新的 iPad 10都只有支援到 Apple Pencil 1。那 Lenovo X Pro 2支援2018年后发布的所有 iPad 机型，旧款的 iPad 也可以拥有 Apple Pencil 2一般的体验，然后你也不用忍受 Apple Pencil 1那种我觉得超级诡异的充电方式。那重点是它的价格只要1/3，所以我觉得对不论新款旧款 iPad 的使用者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那以我个人来用的话， Lenovo X Pro 2跟 Apple Pencil 2上面使用体验真的是差不多。那它书写滑顺流畅，然后倾斜角还有精准度、低延迟基本上都一样。那以书写触控来说，真的挑不太出毛病不管是你要做辅助啊，或是精细的拖曳功能也都是 OK。所以就一般人使用上呢 ，Lenovo 的 X Pro 2基本上都完全够用，也满足大多数人比较能接受的价格，一样提供流畅的书写体验。然后你也还是能使用 Apple Pencil 2大部分的功能，然后它解决了 Apple Pencil 现在既有的一些问题，并增加了像是电量指示，还有免配对即开即用。所以如果你是没有特殊专业需求的人，只是用触控笔做笔记、做手账跟修图，那我个人是蛮推荐这个高 CP 值的 Lenovo X Pro 2。那现在呢，只要输入苹果爹的专属折扣码 DAD100 到 Lenovo 官网购买的时候，就还有100元的折扣优惠好啦，那这个 iPad mini 已经整整2年没有更新那真的也需要很必要在这个时候来做一次规格的升级，因为像里面使用的处理器，在2年来讲是一个非常棒一个 A15 的处理器。那其实以现在看回来了 A16 跟 A17 Pro 来讲 ，A15 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处理器。那据说这一次的升级呢 ，iPad mini 还是会停留在 A 系列的处理器，所以可能是 A16 或者是 A17 Pro， 那或者是 A17 拿掉 Pro 变只有 A17。但以我们目前知道这2颗的处理器的稳定性来说呢，可能相比 A15 来讲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又看回来，其实放在 iPad， 即使是 mini 的机体上，它有更大的机体空间，有更大的散热空间，然后配上可以放入更大的电池来说呢，理论上不管是稳定性或发热程度都能得到更好的控制，那使用体验也会比较好。那加上现在传闻说里面的萤幕也还是不可能升级到120Hz 嘛，因为就算有120Hz， 如果连 iPad Air 都没有，也不太可能是先下放到 iPad mini。所以这样讲起来，一个60Hz 的萤幕配上 A17 Pro 的处理器，它的耗电上也会控制得更好。那先前很多观众他们跟我讲说，他们其实 iPad mini 都是拿来纯打手游使用。那现在 A17 Pro 对3A 大作的支援，你想如果放在 iPad mini 这个更大的萤幕上来讲，那虽然说萤幕的规格不是 OLED 或是什么啦，但是你至少可以可视范围是更大嘛，然后散热又更好，续航又更好的话，那可能也会变成现在很多观众想要用的玩手游的主力机。苹果现在来讲，他想要专攻这个3A 大作的市场，那尤其是他想从这个行动装置的角度开始切入那如果增加一个 iPad mini 来当做一个切入点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样就像很多先前观众他选择上面，他可能手机买更入门的版本，但他把省下来的钱花在 iPad mini 上面。那苹果来讲呢，卖一个比较高阶的处理器，在一个比较这个入门级价格的这个机种来讲，它可能想吸引你花钱去买它的游戏或在上面使用更多的 App， 所以来回应该是可以弥补一点。但如果它还是放进 A16 或
或是 M1 处理器的话，那可能应该说可能要刻意市场划分呢，还是说他们 iPad 上面的这个市场的划分、市场的切割，就是 Mini 用上一个世代旧的处理器，然后 Pro 才会用上最新的处理器。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iPad Air 啦。那这个也是，当然也是先讲处理器。那现在目前使用 M1 的处理器嘛，然后 iPad Pro 使用 M2 的处理器，所以照他们过往的往例来讲，他们升级的方式应该就是现在 M2 的处理器会下放到 iPad Air 上面，然后 iPad Pro 再升级的话，使用到 M3 的处理器。那至于有传闻说可能 M3 就直接放到 iPad Air 来说，我觉得可能性偏小，因为这个全新世代处理器，如果说要搭配 iPad Air 这样的装置出来，好像不太合理。理论上来讲，也应该是要搭配这种 Pro 等级，不管是 iPad Pro 啊，或者他们可能在新推出的 Mac 来讲，一起来推出这个新处理器。所以啦 ，M3 放到 iPad Air 第一不需要。那第二，以他们这个市场产品切割还有价位的切割来讲，也不太合理。那以 iPad Air 本身就是一个中阶入门级的平板来说，苹果他们在产品线还有价格上面，这个刀法切的一直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我们在 Mac 上面也看到这样很明显的区分出来，像是 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他们就很清楚的在处理器上面做出的切割。那下一个很多人说下面的这个雷电接孔有没有可能下放到 Air 上面？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偏小，因为这感觉还是一个比较 Pro 等级的接孔。那如果今年在 iPad 15 Pro 系列上面，我们也都没有看到雷电的接孔在上面的话，那把它下放到 iPad Air， 那第一就是说真的使用的人会多少？那第二，它的价格定位，你要放入一个雷电接孔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要再付这些权利金出去，有没有必要放在这个价位的机种？感觉起来好像也不太可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消息指出来说，这次会有2个不同尺寸的 iPad Air。那一开始我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性有吗？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必要？但是如果你看到现在 MacBook Air 的话，它现在也推出一个更大尺寸的 MacBook Air， 那同样一开始推出也会有人说到底有没有必要？那其实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看一下，现在的 iPad Pro 它2个尺寸嘛，11寸跟12.9寸。那如果在下一代的 iPad Pro 升级的时候，不管它是要缩边框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机体设计的改变，或是它萤幕要跟着现在目前机体的尺寸去变大，它可能会有2个不同的尺寸出来。现在现今的这个机壳设计啊，还有这个萤幕尺寸，其实就可以下放或者让现在的 iPad Air 来沿用这样的机型。那可能在萤幕的规格上面还是会有差别啊，但是理论上这个产品线的划分或者需求已经在那边。那一样机壳的设计，把它向下降一级到 Air 的层级后，那同时呢，他们在 iPad Pro 上面可能用上更高等级的萤幕，真的把这个 Pro 等级跟 Air 等级把它划分开来。不然以现在现今的这个设定跟规格设定来讲，好像有点互抢到市场的感觉。那至于这个上市发表的时间呢，因为 Bloomberg 他的说法一直说他觉得今年或者说非常非常快，新的 iPad 就会发表跟推出。但因为郭明錤分析师他的说法一直是说，今年都不会有任何 iPad 的上市。那不过现在同时呢，微博上面有一个先前爆料消息都蛮准的一个人，他的讲法是说今年会有，而且他说会在10月的时候发表。这一点呢，就跟现在传闻出来的这个10月发表会好像就有相呼应到。那以我自己的看法来讲呢，首先你这上市时间来讲，我觉得除非苹果真的有产能上的问题或什么原因，不管是处理器产不出来，或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然的话，最好的状况当然是在10月、11月的时候推出，可以赶上感恩节的购物季啊、圣诞节的购物季。那其实这个购物季就是以欧美国家来讲，真的就是1年最大的一个购物季。很多人可能每一年要花的钱都是等在年底的时候要买圣诞礼物的时候来花。如果苹果没有趁这个时间推出新的 iPad Air 跟 iPad Mini， 很多小孩子或者学生族群都想要的产品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惜。那至于整体规格来说啦，我觉得不管是 Air 或是 Mini， 他们都是比较中阶入门型的机种。那我自己本身并不算是 iPad 的爱用者，因为以我自己要用到的一些 Apps 来讲，那其实它在 iPad 上面的资源应该说是被 iPad OS 本身限制住，所以变成我习惯的功能跟使用方式都还是要回到 Mac 上面才可以完全解放。不然说真的即使今天不管讲是 M1 处理器或是 M2 处理器，它效能真的完全足够应付大部分的使用需求。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产品好像说它的硬体规格什么，好像不是它最大的问题啦，主要还是卡在它 iPad OS 上面的限制。那如果单纯以娱乐机来说，我当然更希望看到 A17 Pro 如果可以下放到 iPad Mini 上面，我也想看到说，这样的散热的体积啊，它的表现会怎么样？那会不会真的吸引到很多人愿意来买这个，或在上面去购买3A 大作？那我想听听看你们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对这次 iPad 不管是 Air 或是 Mini 他们规格上面的期待啊，或者你们希望上面看到什么，或者你们使用模式是什么样，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那下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新闻，就是你们应该知道说 iPhone 现在它预设的搜寻引擎就是 Google， 对不对？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 iPhone 会这样做，或者说苹果为什么会让 Google 成为他们预设的搜寻引擎？一定是 Google 有可能付钱啊，或者他们有一个合作的方式。那你们猜猜 Google 在这个上面付了多少钱？那现在 Google 正在美国经历这个反垄断的一个诉讼那刚好也是经过这些调查，就有很多资讯跑出来。那美国司法部他们想调查，就是说，Google 在成为这个搜寻引擎的霸主，那他们背后有没有使用什么手段是可能有问题的，在针对这个部分在调查。那刚好就有一些财务报告流出来他指出 Google 一年付给苹果的这个使用搜寻引擎成为预设搜寻引擎的这个金额是可能在180亿到200
$200亿之间。然后这个数字应该是指在全世界的市场，但是除了有些市场不能用 Google 之外啦，其他所有的市场的话，就是付这个价钱。那听起来有没有非常可怕？但是你去想它背后带来的利益他们估算出来说，在 iPhone 上面使用 Google 当预设引擎，一年至少可以带来将近$600亿的广告收益。所以这样抽起来好像30%，好像跟 App Store 的抽成差不多，听起来好像就蛮合理的。那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双方都蛮有利的一个合作方式。以苹果来说，它得到一个很简单就能得到很高收益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重点还是在他们在 iPhone 市场的这个占有性，行动市场的这个占有性是非常大，才能开出这样的价格。那以 Google 来说，当然也换来更大的收益啦。但是我觉得说，去做这样的调查，或者说去在现在这个阶段去讨论这个反垄断的问题，可能就算不管判决结果怎么样，就算真的Google 不能用付钱的方式成为预设的搜寻引擎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代表其他厂商都不能这样去付钱呢？而且况且现在大家对搜寻引擎的这习惯已经非常习惯使用 Google， 那即使是把这个预设 Google 的方式拿掉，那到时候也是一堆教学，我自己也会把它调回去，把预设的搜寻引擎调回成 Google。那同时间也讲回来，现在也似乎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机制嘛。你说 Google 如果要付钱去作为预设引擎，那其他厂商同时也可以标价嘛。那就像微软的 Bing， 你要不要付超过$200亿、$250亿来作为预设的引擎？那这点看起来，但如果他们愿意，应该也可以这样去谈啦。但是可能带回来的收益就没有办法像 Google 那么多去 cover 这个部分。那这个181亿到$200亿，大约是苹果盈利的15% 左右，所以也是一个不小的金额。那如果真的要强制 Google 不能这样做的话，那其他厂商愿意付到多少钱来作为预设的引擎？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付到这么高。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苹果高层在被传唤的时候，他们说他们选 Google 的理由或跟 Google 合作理由，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搜寻引擎。那就让我想回来，当初的 Google Map 到底是怎么样的价钱合作？因为当时 iPhone 其实市占率还很小，就是刚刚推出来，或许是一个互利的方式。在当时苹果决定要换掉 Google Map 的时候， Google 有没有预先知道，或者说有没有试着用这个方式去谈一个价钱，说还是使用我们的 Google Map？ 那苹果当年那么坚持要在他们的 iPhone 上面换掉 Google Map 的原因，或是开发自己的 Map 原因到底是什么？真的只是 Scott Forstall 自己的坚持的决定吗？还是当时的苹果已经对未来的汽车产业有一些想法？那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只是觉得这个新闻非常有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OK， 好，那今天新闻分享就先到这边。好，那大家一样欢迎留言，或喜欢这样影片的话，可以订阅频道。那我是苹果猎，我们下次见，拜。